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好，我们节目开始，赶快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关心来自于伊朗跟美国、以色列的最新消息，80枚的飞弹，伊朗射出来的只是开胃菜吗？伊朗现在最新宣称的，它有2.万的发射平台，目前为止攻击美以只用了10%而已，炮火现在也持续的延烧到波湾地区去吗？另外，今天会特别来关心有关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军援部分，俄罗斯根据了解有帮忙定位，那中国大陆有军援飞弹吗？这一场中东大战，我们今天会来做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好，来看到是最新消息，哈米尼的儿子56岁的穆杰塔巴正式接班了，他宣布要正式的启动这一场叫做复仇者的时代。前美国的外交官这一位是艾伦，他特别说了，穆杰塔巴比他的父亲更糟糕、更强硬。他补充，他是革命卫队的首选候选人，将会有接下来大量的仇要来报复。好，我们赶快来看到，所以呢，伊朗就在8号这一天启动了这一场攻击，这个叫做发动的真实承诺4的行动。这当中出动了80枚的飞弹，就这样射向了以色列，再包括它的北中南地区同时都拉了防空警报，并且攻击到多个城市。4波的飞弹攻击涵盖的范围包括了有特拉维夫，它的首都特拉维夫、海法等主要城市，大量的民众也躲向了防空避难所里面去。5个小时而已，就已经有4波的飞弹攻击。伊朗是这样讲的，他说目前针对于伊朗的攻击，他们只针对于以色列跟美国的攻击，他们只用了10%而已，还有2.5个导弹的发射平台还没有做使用。那另外一方面，看到巴林来自于美联社的报道，也被伊朗所攻击了。这是在他的一个穆哈拉市的一所大学遭到飞弹击中，造成3个人受伤，建筑物受损之外，这是在我们看到大学的部分。沙烏地阿拉伯在这个时候做了警告，因为伊朗也去攻击他们的能源设施，遭到攻击，所以他就说了，你如果继续的对我们展开攻击的话，我们就会让美军来用我们境内的基地来打击伊朗。另外一头来看到伊朗这一次，他说他总共发射了多少的攻击，大约达到了600次的飞弹攻击，2600次是无人机的打击。目标除了以色列的军事设施、中东多处的美军基地之外，看到了范围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到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并且在这一次的攻击下，伊朗最新做了一个宣称，他说已经造成了美军第5舰队21人死亡，美军空军基地200人死伤。而美国的部分最新消息，他们已经证实了，先前说美军有6个人身亡，现在最新消息数字，美军证实来到了7人身亡。再来看到了，在这个美以轰炸之下，石油设施跟炼油厂的部分轰炸它的石油跟炼油厂之后，德黑兰在3月8号这一天上空出现了一个云层，而且这个云层是突然间变成黑色的，下起了石油雨哦。那么当然了，当局就赶快要求他们的民众赶快去避难，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石油雨是对人体有害的。好，来看到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的角色也加入了帮助伊朗吗？我们先来看到外长王毅，他说这是一场根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再来看到是华盛顿邮报也做披露，2艘隶属在伊朗的国营公司的货船在上周从广东满载离岸。外界研判船上是否载有飞弹是要提供给伊朗的呢？俄罗斯的部分疑似也向伊朗提供了在中东的潜在目标的情报给伊朗，包括这当中可以得到美军舰艇跟军机位置的情报。再来看到是中国还向伊朗，这是传出来的，提供了雷达，还有它的红旗9B 防空系统等等。针对于中国准备向伊朗提供了这个音速反舰飞弹的传闻，中国目前则是予以否认到底。所以这当中我们要请舰长特别先带我们来看到，中俄难道是真的开始下场要帮助伊朗了吗？这一场战争会不会变成美国对抗中俄的代理人战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的这一个无论是伊朗或者是美国、以色列，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新闻其实非常的不同啊。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视角的话，他们的说法也就是送了非常多的中国大陆送了非常多的装备
给伊朗，但是事实上呢，那我们来看啊，之前这个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它每天不断的提供最新的他们的一个攻击的目标，例如说这攻击的是一个那个机堡，那这个没有门的机堡呢，结果就立刻被命中。但是我们看了这么多啊，唯一一个比较像中国大陆的装备的唯一一个，其实也就是这一个红旗2的这个飞弹。可是这个红旗2呢，实际上俄罗斯也有。那在这种飞弹呢，那它这里当然也是提供了另外一个就是被击毁的一个照片啊。可是这个飞弹是1960年代的飞弹，也就是距今啊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它也就是辽被一格。至于有很多的说法，也就是说，例如说红旗9B，如果真的在这个部署的话，那应该也会有类似的照片，但是没有，雷达也没有。但是我们如果来看，是不是有相关的军民两用的装备送到了这一个伊朗呢？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华盛顿邮报他所拍下来的接下来的卫星的照片。那也就是说，这2艘船，那其实现在如果按照3月7号的一个地点的话，他们正在通过南海，然后正准备通过马六甲海峡。因为现在的 AIS 啊，它都会显它的终端到底在哪里。那它的地点的 ETA 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伊朗。那大家都认为，那当然他们也觉得这是他们停靠在一个危险品码头，也就是专门送这种化学药品的。那也就是是不是有这种提供给伊朗这一种推进药的这个可能呢？那但是我们这样讲啊，有的时候码头比较繁忙的时候，任何的货柜都会做各种的调派。我举个例子，那个当年海军敦睦支队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靠的其实就是货柜码头，我们的上面还有起重机。那这个是透过那个它的一个港口的安排，所以不一定是靠哪里它就一定有什么。而且我们如果说仔细的看华盛顿邮报的这张照片，我们可以从它的甲板上面密密麻麻的，其实它就是一个一个货柜而已。那大家也不要想的太多。那至于说中国大陆呢，它是如此，那俄罗斯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方面？例如说有些人认为说会给这个尖端的，例如说定位系统，或者是这一种卫星照相的部分啊。这个部分不要讲说俄罗斯会不会给伊朗啊，我们想一想当年那个英阿的福克兰战役的时候，美国有没有给英国嘞？美国有啊，美国事后承认说他们给了非常多的这个图像资料以及情报资料给英国。那你美国可以给英国，那为什么俄罗斯或者是中国不可以给伊朗呢？而且再强调一次，这一次截至目前为止，美国、以色列并没有向伊朗宣战。好，所以这一场战争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刚刚关心的是在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角色，但是现在呢，伊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发动了这么多次的战争，到现在为止最新的一次是80枚的飞弹射向以色列嘛，他说我们还有非常多的飞弹平台，2.5万发的飞弹平台，我们现在只用了10%，也就是说这场消耗战会持续下去吗？以色列的防空网撑得住吗？委员又怎么看？有人看门道，有人看热闹。这个以色列能不能撑得住，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说伊朗这个一再轰炸有没有炸掉以色列打击伊朗的空战能力？没有。换句话说，打击的重点没有打中以色列的空军力量。那打这种以色列的防空网，很显然打的是民间设施。那我们就问一件事情：以色列现在经过这几个轰炸以后，瘫痪到什么程度？似乎还没有到了瘫痪的崩溃边缘啊。那伊朗呢？伊朗的这个防空力量完全没有，所以等于是让伊朗的空军炸得完的，以色列空军炸得完，这是伊朗比较吃亏的地方，因为伊朗没有防空网，这是最大的问题。那伊朗有攻击网，那说伊朗有80枚这个导弹只是开场，他们还有25000枚
他讲发射平台，应该讲是无人机啦。如果是导弹，不可能这个数量，因为伊朗的财力有限嘛。是不可能这个的。他说只动用10%，因为无人机的平台很便宜嘛。那伊朗的发射平台预估不会超过200个大卡型卡车的发射平台，所以现在损失多少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损失也不会在少数了哈，可能有一半不见，那另外一半还有一个作战能量哈，所以有100套的发射卡车，有80枚的飞弹机差不多。至于它所谓井喷式的那种井射式的导弹，大概没有了哈，因为目前没看到井射式的导弹出现啊。这个是很不平常。但伊朗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哈，不在他有没有办法攻击以色列。第一个，他没有办法以色列的空军力量瘫痪，所以以色列可以持续对伊朗产生攻击。第二个，现在伊朗最大的困境是他不晓得该打哪里。第一个，如果他打以色列，这是很正常，美以伊战争。他现在打巴林，巴林是什叶派的打沙特阿拉伯或者打这个阿联酋，然后封锁荷姆兹海峡。战争主角就不是美国跟以色列啊，因为这个地方跟美国以色列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这打吧，有什么关系呢？美国也不痛，以色列也不痛。你说以色列、美国船又不进出这个荷姆兹海峡，大家都忘了这是什么？没有进出荷姆兹海峡，跟以色列、美国都没有关系，反而跟谁有关系啊？印度、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台湾，这有关系啊。所以变成说打荷姆兹海峡是等于是另外一场战争，因为主角全部换人了嘛。所以你只能对油价涨，那现在油价暴涨，美元暴涨，这什么意思？美国是获利者啊，这美国，而且中国是损失的，印度损失的，只是损失日本损失是损失的轻重不同而已嘛，哈。那有人讲说美国会经济什么乱？你看到其他国家损失更重，美国那点股价跌那还好，而且美国的债券没有暴涨，没有暴跌，维持稳定，你要从这几个数字来看的话，哈。美国可能还觉得很热的，你就继续封锁荷姆兹海峡吧。你要做反封锁，说让你们大家来拜托我，给我钱，因为那是主角不同的战争，而且荷姆兹海峡的战斗跟以色列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所以跟原来的美以伊战争，现在变成伊朗跟波斯湾国家跟其他国家的战争，哇，这另外一种战争这个伊朗能不能找到便宜？找不到便宜，麻烦就在这里，因为以前。会有效是美国从中东进口很多石油，现在美国完全不从中东进口石油，你甚至拿它没办法，完全拿了吧。而且它还石油出口国，现在全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就是美国啊，它会赚翻了。我跟你讲，赚翻了。所以这个伊朗的战略困境就在这里，就他不晓得该打哪里，不晓得该打谁。那打了以后，波斯湾国家变成他的仇人，沙特就放话了，你再打你就看着办。沙特的空军力量。比以色列差不了多少阿联酋的空军力量也很强那现在等于就是说，伊朗的民用设施还没有遭到太惨的攻击。那如果未来再波及到伊朗的民用设施，以色列固然受损，那以色列固然受损，后面有钱爸爸帮他补你伊朗就可能中国、俄罗斯都帮不上忙。好，卢委员说了，确实这场战争现在扩大到波湾地区去，包括了巴林等等的国家。那沙烏地阿拉伯也出来喊话了。那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一场战争持续的扩大？先说中国跟俄罗斯会不会在背后支持伊朗？我先说，美国现在背后没有国家支持他。西班牙、法国、挪威是反对，认为这是非法的战争。英国、澳洲现在被要求，但他们现在在犹豫，而且强调不可以用于战争，所以跟过去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完全不一样。美国的盟邦除了以色列，其实没有人愿意参战。那现在海湾地区的国家现在面临到一个两难：美国在用他们的基地，他们也需要美国的基地，但是他可能会被威胁、被攻击。沙特阿拉伯这边说，如果再攻击的话，会允许美军用境内的基地。你不老早已经允许了。那沙特阿拉伯会不会去攻打伊朗？不至于，双方这个可能不会走到这一步。那最多这是一个壮胆跟放话。那至于现在伊朗跟美国目前的这个情势我觉得在战略的层面，其实伊朗并没有就是说落后太多，因为美国跟以色列是攻击者，伊朗是遭受攻击还被斩首，这个国家快要崩溃。结果很快的，你看到它整合起来，新的政权延续，
然后呢也有节奏的做反击，而且后面可能比过去这25波以上的反击还拥有大概2倍到3倍的无人机和弹道飞弹的储存量。是。那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比较的话，你就发现到，当然你如果就双方的战损跟死伤人数，伊朗这边一定是很大的。而且像昨天那个德黑兰下黑雨，这个对人民、对社会经济影响都很大。对，我看到联合国的，就是难民总署就公布，在过去这一周出现了20多万、快30万的，就是避难的难民，也就是在国家内部离开德黑兰，还有以色列逃离特拉维夫的这些叫所谓的避难难民，但还没有出现跨国境的这个难民，所以基本上这个政治、经济跟地方的治理体制在伊朗还算是稳定。那现在新的领袖出来，所以呢，那当然一方面他自己权力巩固，二方面这个神权政府他自己也要掌控，第三方面伊朗这个国家面对美国、以色列这样子的攻击，那怎么样来去表现出他们的这个态度？强硬的态度，有尊严，或者是这个国家不容被欺负的这个态度。那这样子的战略层面而言，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根本不需要去帮助。你刚刚讲到的2艘华盛顿邮报登的2艘货轮，我觉得如果就算是之前签约的军民两用的这些物项，那其实也就原先的这个协议。因为现在就双方而言都还不算是进入战争状态，虽然战争已经这个不断的在提升，可是就中方而言，其实提供相关的这个物资呢，你自己将来处理，或者你在海上被打掉，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但他不会因为说战争，他可能是因为害怕被牵连而就不提供。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美国大概也了解。那当然，关键就会在这个货船在这过程当中会不会被这个击沉。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接下来你说可能会不会变成一个中俄美之间的代理战争哦？目前都还不会看到这种情况。俄国跟美国也有俄乌战争的问题，中俄之间也有他们双边的问题，而且在目前的美伊战争上面，其实美国面临的困境并不比伊朗低啊。尤其川普他的战略不清楚，他现在战术又这个被动，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面临到了一个新的领袖出来的伊朗，强硬的伊朗，其实接下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中俄这一次是设局要拖垮美国吗？因为呢，我们先来看到最近有非常多的动作，恐怕会拖垮美国的国力。先来看到川普派的是第3艘的航母，现在准备要进入到中东地区了。另外呢，他准备要来派吗？82空降师来夺取伊朗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地面战会不会启动？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这个呢，现在川普要来派出的第3艘航母就是乔治布希号前往中东地区了。那么另外一方面来看到，这个是美国的多家媒体在披露的，包括了美国跟以色列，他们正在讨论一个被称为是极度危险的军事的计划，也就是说，他们接下来要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伊朗的境内来夺取他目前拥有的这种高浓缩铀的库存。那么现在也做了一个评估，说这个情报显示，伊朗它拥有450公斤的高浓缩铀，是可以制造高达11枚的核武器的。好，这是针对于浓缩铀美以这边的一个最新计划。再来看到第2个计划，就是他们要派的是第82空降师。美国无预警的现在取消了大型的演习，进入了备战战备的状态。一旦呢美军进入到伊朗的本土，这是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将会面临全面的游击战跟导弹的饱和攻击哦。那么这个
第82的空降师也有可能就会随时来做进攻，这是来自于两面不同的攻势。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吕舰长怎么看了美军第3艘航母的加入，代表先前川普有没有错估形势？美军在中东地区目前的部署到底足不足够？如果派出了真的有这个地面战的话，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吕舰长怎么看？当初我们来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他的作为啊，他其实我们这次完全没有看到B-52或者 B-2 轰炸机使用这碉堡克星的一个相关的内容。那他到底想怎么做呢？他当初想的也就是透过这个有关于斩首战，然后接下来密集的攻击这一些弹道飞弹以及无人机的基地，然后最后让现存的政府乖乖的投降，把这个浓缩铀交出来。可是我们不断的看啊，战事不断的升级，但是这个结果一直都不为这个川普所望。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看到了，这最开始是福斯电视，可是我们看到 CBS News 它也很快的引述，也就是我们之前一再提到的布希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那现在这个航空母舰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呢？那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林肯号，它当然还在阿曼湾那个位置，可是福特号它已经不在地中海了，它已经进入到红海了。那它进入到红海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布希号它现在结束了它的那个部署前的一个各种演练。那如果说我们把现在这个除了福特号的所有航空母舰进行盘点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以布希号来讲，它已经完成了，那它现在随时待命就可以出发。那如果按照这个时程来讲，大概就是14天的一个行程。就像当初福特号从加勒比海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候川普总统不是说吗？给伊朗14天的时间，那个14天的时间，也就是航空母舰打击群上面的战机可以够得到伊朗的那个时间。那呢？但是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下一趴还会讲到。那我们先看这一个，现在尼米兹号出现了。尼米兹号我们当初都认为它要去除役了，但是并没有。那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林肯号打击群的位置，那现在也就是福特号打击群要进入到红海，那难道他进入红海不担心这个胡塞组织吗？当然担心啊，但是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要形成如果配合这个未来的布希号打击群的话，它要形成3个角的一个前行攻势。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说，他们未来的动作。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82空降师大家没有照片啊，可是其实有。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就是82空降师，他动用了CH-47的秦努克的这个直升机，其实已经将大量的部队运往那个不确定的一个机场那这个单一张照片不能解释什么嘛？他就是不知道往哪里走。可是还有另外一张其实也是在同一个小镇，但是它是从后面拍的。那而且它的这距离两个拍照点的距离其实非常远，也就是象征得到说，其实现在地面部队确实有在做准备，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艘其实也就是阿灵顿号的这一个船坞运输舰，它现在开始进行整补。它不但进行整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白框那一般进行整补的时候，不太看到这种情形，就是海面上有警艇在那边巡弋，也就是不让任何的闲杂人等以及船只或者是游艇接近。那现在也出现这种状况，那这是在诺福克那也就是靠大西洋这一侧，也就是发这篇那个 X 的这一篇文的这个作者，他就讲到说，这个是不是当初川普没有准备好，然后现在才觉得他要后续的不断的征兵，那也就是他想要用地面部队把这一个浓缩铀实际上把它运出来，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有了浓缩铀就是准备做核弹，那做了核弹之后就会跟金正恩一样。
不听话。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军大军集结，除了说现在3航母准备要全部都集结在中东地区之外，还有地面部队现在也在美军的部分，地面部队也在做准备，弹药的部分，当然现在也是持续的在快速的消耗当中，会不会影响未来美国对抗中国？等一下我们会请蔡委员带我们看。我们先来看到，那其实川普现在此刻呢，是不是弹药上面的补充，甚至是库存出现了问题呢？因为呢，他现在绕过了最新消息，绕过了国会哦，紧急的军售了以色列超过2万枚的炸药。那么炸弹被视为是不是美以弹药库存已经不如想象的充裕呢？好，再来呢，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动作，持续的加码攻击。这一次他突袭的对象包括了德黑兰的机场，并且摧毁了 F-14的战机，还有轰炸了它的燃料储存设施。德黑兰的上空下起了黑色的石油雨。再来，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现在美军把重点都放在中东，会不会影响这个川普想要削弱中国的力量呢？来自于华府的一些专家特别做的评论，这一位是华府的智库专家，他警告说，战争拖得长，美军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飞弹防御专家也说，这场战争可能削弱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能力，美军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就没有足够的弹药可以来对付中国。这些评论委员怎么看？这个里面有对有错了。我们首先谈一个观念哈，美国消耗的如果是炸药的话，它炸药还是满坑满谷啊，因为美国跟俄罗斯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炸弹库存。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是从当年冷战时代为了应付双方面所累积下来的。而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打乌克兰打到现在啊，它的炸弹的库存量用了还不到10%，那你美国可能储存更大量哦。那这个炸弹的这个量哦，用在这个台湾海峡战争并不适合，并不适合，因为假设说你美国哈跟在中国大陆解放军在台海发生战争的话，请问你炸弹炸谁啊？你炸上海吧，你炸台北嘛？因为不适宜用炸弹做战场，跟那个伊朗的情形不一样哦，也跟俄乌战争不一样。第二个，这个中美两国如果在台海爆发战争，主要是导弹啊。那导弹的话，美国也并不需要防御导弹，因为防御导弹只有日本跟那个台湾要，而且日本跟台湾只是挨打的角色，因为中国大陆的导弹数量实在太大，而不止导弹数量太大，它的那个什么，它那个长程相似火箭弹哦，除非台湾有办法救援打击，要不然面对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加上相似火箭弹，台湾的很多基地就在第一个时间就不见了。那日本如果要参战，日本会更惨。所以美国只剩下什么？有各式各样的导弹可以攻击这个那个中国大陆啊，登陆船团啊，他应该不太敢攻击中国大陆的本土，因为攻击大陆的本土的话，中国大陆的更强的洲际弹道导弹就会出现，所以中美两国就可能爆发核弹大战。那这美国不会去打这种算盘的。美国在战争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说，不管怎么打，对方不可以打到我的国家哦，我的本土。那打外岛没关系，打我本土绝对不行，这是美国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哈。那所以在这种处境底下，我认为美国是在保护台湾的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大幅度的削弱，而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战斧导弹消耗那么多，美国是第一个，它的防御导弹在这里消耗差不多了哦，包括爱国者啦、萨德啦这些防御导弹，但是攻击导弹。它目前还好，比如说你那个战斧导弹是有损失一些，但它攻击导弹还很多啊，所以这个可是不一定管用，在台海战争上不一定管用哈，所以的确是在西太平洋被削弱了哈。那如果再把什么韩国的萨德导弹再搬过去，或台湾的爱国者导弹再搬过去，也削弱了韩国跟台湾的防御能力，那美国就更累了，还要更去拍习近平马屁啊，对，看着不要打仗啊，变成战略会这样的情形里面去哈。所以美国短期内无法补充它的防御导弹，但是它的攻击
弹药并不受影响。好，一方面是美国的防御导弹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会被拖累哦，那另外一方面，伊朗呢，它现在则是持续的做这种消耗战，因为看到现在或许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太长期的一个消耗战。那现在西方媒体就说了，伊朗使用的方法就是复制当时的乌俄战争来打这一场消耗战。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他警告说，美国海军已经拉到了极限，如果战事拖长，美国可能削减亚洲的海军的兵力，并且呢特别提到说，俄乌战争让美国讨厌痛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战争只要拖太长的话，会导致3个问题，包括了弹药耗尽、财政压力跟国内分裂。那么伊朗就是用这样的招数，持续的用它的这个无人机跟飞弹来消耗，来拖垮美国，真的有用吗？杨老师怎么看？我们讲到目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美国大概不会在短期发动地面战争。川普昨天也说，他不会透过库德族进行地面战争。大概他评估过，这个库德族的影响有限。那美国的这个82空降师最多可能把在伊朗外海的哈尔克岛给占领，但那个岛其实是影响到伊朗的石油出口的90%，它有它的重要的战略跟经济的这个价值。不过这样子一个做，你就进入到地面战争。那所以，如果目前是纯粹以轰炸相互的无人机跟飞弹的这种交换而言的话，的的确确战损一直是在扩大，但是呢，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战争会打多久，4个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川普的想法的变化，他一直在变，但是川普的想法，我觉得现在受到接下来3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美国跟伊朗它的战争目标是不是在改变？尤其现在伊朗选出新的领导人，他的战争目标是什么？那当然，攻击方比他占优势的一方，美国跟以色列的战争目标是不是接下来要去斩首？就是那个穆杰塔巴还是说他要去让伊朗无条件投降？当然，这2个看起来不容易做到，还是说达到怎么样的这种地面的损坏的效果？其实那真的也没有办法去让伊朗投降，所以目标这个就变得很清楚。那第2个，双方弹药的库存，目前美国攻击轰炸的库存，我觉得不是问题，它可以从全球调。但是美国的拦截飞弹，刚才蔡委员讲的很清楚，那这个真的是有限。而伊朗呢，它的无人机造价便宜，目前至少有2万架以上，弹道飞弹应该至少还有1500枚到2000枚。所以你看它几波，每一波都是几十枚弹道飞弹，几十架、上百架无人机，那持续的就跟你交换，然后造成你的损伤。那但是我觉得第4个影响的就是荷姆兹海峡的通行的状况，因为它会造成持续油价的飘高。今天已经纽约油价来到100块，然后布兰特原油已经来到110最高的时候哈。那因此因为不断的在变动，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预测了。有3个因素会影响川普的最重要的想法以及这个整个战争的走向。第一个，当美国的士兵死亡超过30人的时候，现在是7个人嘛？你想想看，因为在美国的国会里面投票，他按照政党的分布投票，但共和党这边有1个人跑票了，那是 Kentucky 的 Paul Rand，他就讲的这个东西不能再死更多人了。所以如果超过30个人，那这个会对美国内部的政治以及接下来选举以及对川普的压力就很大。第2个，油价如果高于150的时候，布兰特原油在过去从来历史上没有高于150，最高的时候是在2008年143块，那个时候是为什么呢？因为金融大海啸，还有俄罗斯攻打乔治亚，那这跟这个中东有关。然后我们看到911事件之后，大概油价都在120几、130几，然后呢，美国在那个疫情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大概是130块，220几，不到130。所以你看3个时段，经济大萧条，然后呢，这个反恐战争，到了就是这个疫情。你看，其实跟战争当然都有关联，但是呢，没有像这一次这么大规模，而且就是荷姆兹海峡20%的原油跟天然气，它一旦如果原油超过150，当然美国自己产油但是油价会变贵啊。那美国产油是没错，
但你油价变高的时候，你美国老百姓加油还是贵啊，所以这个物价啊、经济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川普能不能忍受？那我觉得第三个就是，当以色列停战不完的时候，因为以色列如果不断的遭受到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他特拉维夫现在已经很多人要逃离了。当以色列发现到他玩不下去了，拦截飞弹也不够了，那个时候呢怎么办？以色列说我不打，那川普就说那你不打我也不打，当初是你要我打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川普可能就会改变。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关心美国经济会不会被战争拖垮，顺带的是联动到全球经济。现在有一个初步的估计说，可能会美国的部分经济损失6.7兆。经济损失，那么美股重挫，还有肥料断供，美农哀嚎，油价现在预估可能最高飙升超过$200的天价。我们现在要来看到说，这场战争不只是影响到美国，全球荷包也跟着受到了影响。这边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美国自己内部的民调，现在其实民众非常的愤怒。将近60%的美国民众，他们是反对川普去打这一场战争的，尤其是针对伊朗发动这一场军事行动。他们怒吼说：“不要拿我们的钱去送炸弹。”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成本不断的飙升。我们来看到几个比较重要的数字。华府智库这边说了，这场军事行动一开始的成本就已经超过了$50亿的金额。五角大厦也做了估计，只要4天而已，就已经逼近了$110亿。接下来再来看到华尔街分析师做的这个分析，战争直接预算成本恐怕是达到了$950亿，换算约是3兆新台币，还有额外的经济损失，预估是500亿到2100亿的代价，大约是6.7兆新台币。美国的反战声浪会不会继续的扩大？这种压力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川普在军事上的决策？吕舰长又怎么看？如果我们看到啊，今天中午在我们录制前的最新的 AIS 的话，我们看到赫姆兹海峡，这个是3月2号一开始宣布他就是说有本事来走走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赫姆兹海峡几乎没有船只通过，大家在这边形成乱集团。为什么？因为空船要进去加油，然后装满油的油轮或者是天然气船要赶出来。那今天最新的在这里。下午1点24分了，我们看到还是这个样子，也就是现在，这也就是刚刚谈到为什么油价推升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除了油轮出不来之外，现在未来要面对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储油槽跟储气槽即将要装满。那如果我们来看啊，对于伊拉克来讲的话，它只能再存6天。那科威特的话，再存14天。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也就是很快的这一些波湾国家的这一些储油槽都装不下了，那它就不会再继续开采了。那所有的这个油价就一飞冲天。对于美国自己当然它就是一个产油国，可是其他的，例如说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通通都不是产油国。那整个成本垫高之后，卖到美国的东西一样贵，所以美国除了石油之外，可能最后万物齐涨，那个也就是很可能会影响到川普的军事决策的最重要性。而且如果我们看到美国公共电视网最新做的一个民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大家在说这个到底赞不赞成川普处理这一次伊朗的一个态度，其实有54%是反对的，只有36%他是赞成的。那如果说我们讲到说，对于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那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接近60%，也就是56%反对，44%是赞成的。这是44跟36，其实也就是MAGA 的全部的主要的成员。但至于说那我们看到最后一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讲到说，伊朗到底是
对于美国的威胁如何？那44%的人说压力威胁很大，40%的人说是其实它那个构成的威胁有限。那15%说伊朗根本就不是威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11月终究还是要期中选举的。那如果说川普在3月底4月初到中国大陆的这一个习川会得不到什么样的一个对于经济上面有所帮助的结果的话，他就会来回头考虑他的一个军事作为了。好，军事作为恐怕会受到这个川普担心自己的这个期中选举的影响。那现在也专家列出了3个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受到亮起红灯的原因。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油价，现在价格是4年来首次突破$100，国际油价飙升了幅度20%，冲破$110。那川普最新回应说，这只是击败伊朗的微小代价，这是来自于川普的最新说法。第二个就是就业数据现在也比较疲软，还有农业成本暴增，全球33%的肥料因为要经过荷姆斯海峡，包括了它的硫磺跟铵，价格也因此暴涨，恐怕就是美国农民首当其冲了。那如果农业崩盘，对于共和党期中选举的影响，老师又怎么看？主持人刚才提过，战争是一场好生意啊，那个是对军工复合体而言。如果对国家而言的前提是你要赢了这场战争，但是你也可能会负担很多在经济以及民生上面的这种代价。那现在这个战争到底谁赢谁输，或者是会不会有输赢啊？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因为双方只是在做这个相互的轰炸，很难讲谁输谁赢。如果就战损跟死伤人数，当然伊朗这边绝对的是居于劣势。可是呢，你帮助他把老旧的领导阶层给这个清除掉，然后呢，你制造了一个新的更强硬的这个仇人，而且这个仇人是世仇啊。你知道，就是穆杰塔巴他的妈妈、他的妻子跟他的姐妹也在哈梅尼被轰炸的时候同时被炸死。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美国现在面临到的就是我刚刚提到。那如果原油现在已经我们讲布兰特原油做一个指标的话，现在已经破100，那如果在未来破到120的时候呢，这个在历史上都算是高点了。也就是说，跟过去3个时间点是经济萧条以及反恐战争2011到2013的期间，还有呢疫情，那个是2022、2023的这2年的期间，其实大概最高的时候来到143。但是平均大概就在120左右，所以如果破120的话，那几乎是等于是过去20年当中的3大重大危机，然后石油价的反应就是如此。那可是以现在他们的战争的规模没有到达那个层面了，那为什么油价会这么飙高？因为它就打到那个最关键的就是油的运送，以及这个保险价格。那因此就是现在面临到，当然还有化肥啊等等之类这个大宗物资，所以现在面临到是它会这个万物都涨，各国都涨，那美国一定逃不掉。那现在美国的 PMI 最近的 PMI 经纪人采购指数啊 CPI 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数字都在增长，而且非农的就业指数其实也在扩大。虽然还是缓慢，但我想下个月这个月或下个月出来一定会有一些变化。那会不会降息？那这个在这个时间点会降息吗？所以还要还钱给这些进口商关税，还要面临到选举，所以这个时候，而且这个选举一开始就是对共和党比较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他可能会出来去劝川普，那就是万斯，因为我发觉到，当这个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前3天万斯没怎么讲话，都是 Rubio 在那边不断的喊打喊冲，而且他的理由是一天也是这个朝令夕改，那川普跟他一样改。那可是当第3天还是第4天3月3号的时候，当万斯出来的时候呢，他也支持，但说这不是战争，这是有限的惩罚。他的定义就是如此。所以他会不会劝川普说，我们就把它定义为有限的惩罚？我们已经胜利了，而且基本上伊朗已经被我们打得
就是说站不起来了，所以呢不需要再把战争持续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呢，经济的因素会使得内部政治人物会影响，然后呢会影响到川普的这个决策。好，这个是经济上对于美国的影响，那对于全球又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尤其荷姆兹海峡现在被封锁，50%的这些能源都是要经过这个海峡，几乎航运都已经全面瘫痪，就只有可以中国的船只通过。所以现在有一个最新消息是说，至少10艘的这些船，他们呢就悄悄的临时改成中国籍的船，就是为了蒙骗过伊朗的封锁。对于全球的影响，委员用怎么看？对全球的影响会非常的大。所以今年如果长期封锁下来，今年会变成萧条年，全世界没有例外，包括中国、台湾、日本都毫不例外。那美国当然不会例外哈。但是美国一定是这些所有萧条国家里面萧条程度最低的。因为你表面上这边的股票跌，可是问题你看到这2天的石油股、能源股已经涨翻了。那一部分的税收会增加不少啊，还有包括刚才有明兄讲的军火工业等等，所以美国是一个行业有得，一个行业有失哈。那其他国家都会很吃大亏哈。像中国大陆自产石油40%，进口石油60%，进口石油60%里面有一半来自中东国家，现在都卡住了。所以你讲说有一个10条船，那个10条船对于中国大陆每天要进出的量，那是缓不济急了，是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是包括台湾也是一样，现在都靠库存石油在支撑了哈。那如果短暂的很快就结束这个荷姆斯海峡的封锁的话，那很明白的影响就不大，很快就恢复正常哦。我举个例子，当上次刚才有明兄提到2008年油价涨到149，可是很快的都跌到40，那个差距会大。为什么？油价推涨是投机性的资金进去。并不是长期要买油的人进去，是卖掉黄金、卖掉股票，跑去追逐这个石油产品，所以因此暴涨。那暴涨的话，如果这个结束，啪嚓就掉下来啊。所以暴涨暴跌，大家要注意啊。那荷姆斯海峡什么时候会解除封锁？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压力测试啊，看谁撑得久，看谁撑得住哈。那这个美国最大的问题是，我一开始就讲过，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政治限制。什么政治限制？人家普丁打了4年战争哦，支持度都80%了。对，你川普打没2天呢，你就变成38%。我因为对他跌不多了，因为他关税也是38，他现在38，没差有啊，皮皮的没差哈。所以表示说美国人是有人反战，可是好像对这个议题的关心度也没特别的高哦，没特别高哈。那可是对伊朗来讲哈，刚才有明兄讲他新领导更强硬，但是我坦白承认更没用。为什么？没钱，除了中国、俄罗斯腾出来大笔钱给他，可现在不切实际啊，因为所有的金融系统全部被封锁了哈。一个再强硬的国家，领导再强硬，像希特勒这么强硬没有用。像那个谁，乌克兰纳粹集团，包括泽连斯基很强硬啊，没钱就怎么强硬都没有办法。人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他现在他领导如果不解决这个他的经济崩溃，现在已经产生饥荒了。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战争结束，这个政权还是会崩溃啊。因为各国都有这种经验嘛，所以这个双方面在比看谁气场、压力谁高啊。那如果说这个以色列这一次没有倒的话，他搞不好还会捡到大便宜啊！因为一个残破的伊朗，对以色列来讲的话，他可以不断的宣称他胜利啊！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关心美军现在还杀进了厄瓜多。今天特别来讨论的是，美国是否要重演新的殖民主义呢？川普也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大陆，尤其要关心的是中美今天在拉丁美洲这边的角力已经全面的开战升级了。好，另外一个火药库，我们除了关心中东之外，就是要来看到美洲了。现在在这边，美国的南方司令部最新的证实，美军呢在拉丁美洲现在展开全新的军事行动，它对厄瓜多境内的毒品武装组织正式的
发动了袭击空袭。那么川普也最新呢，在这个峰会上，这个是在美洲之盾的安全峰会上面，他说他会向拉美国家提供军事的支援来打击毒品，也放话了，古巴你也注意了，接下来你会成为下一个垮台的政权。所以我们其实来回顾今年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从马杜罗抓马杜罗到轰炸厄瓜多，现在又点名古巴，一系列都是用军事行动要把整个拉丁美洲，川普希望能够划分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吗？这是否回到了当初19世纪的新殖民主义丛林法则？吕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现在看，川普的种种作为，我们终于了解他为什么要把国防部改为战争部的原因了。因为他现在手上，已经有一场已经结束的，就是有关于委内瑞拉马杜罗的这个事件，正在进行中的就是伊朗。那未来是不是还有古巴呢？我们节目2个礼拜之前就已经提醒过大家了，随时回头，而且他怎么回头，大家想都没想到，他竟然把这个准备要除役的尼米兹号，然后派往第4舰队，也就是南方司令部，他准备要开始用大家认为尼米兹号已经扣掉了，不算了，他竟然要用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他说，他现在这样部署，然后呢，他部署完之后，但是呢，他不是走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走不过去，他要往南一直走过合恩角往北。那这中间会走过什么国家？我们来看之前呢，我们看到2024年的4月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华盛顿航空母舰的时候，他去了秘鲁、智利还有巴西的港口，这个叫做什么？海军的兵力展示，也就是告诉所有南美洲的国家，对不起，你都是我的后花园，你千万不要搞到跟马杜罗一样的下场。而且这件事情大家不要怀疑之前我们就曾经讲过，说美国军方的文件其实他们驻这个加勒比海地区要到2028年，为什么到2028年？如果说是这个委内瑞拉的情势已经缓和之后，这一个部署更久的硫磺岛号，它从去年7月开始部署，它应该也要返国了吧？它没有返国，它还在加勒比海。为什么？因为它现在看来，它就是要等尼米兹号，等到尼米兹号的时候，他们又要一起合围这个古巴，所以古巴现在岌岌可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炮舰外交。那这个炮舰外交呢，其实很符合战争部的说法，但是是真的符合所谓的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吗？这一个是一个普世价值吗？是我们大家要深思的。好，现在美国用军事力量跟这些拉美国家宣告说，你们这些国家就是我们美国的后花园。那除了说想要在这边好掌控他们的政权之外，我们看到了美国在背后其实也是看准在当地南美洲国家的这一些很重要的各种天然资源。我们先来看到几个国家有哪一些重要的天然资源。第一个是有关于锂的储量，世界1半以上的这个锂储量其实都在阿根廷、玻利维亚跟智利。再来就是石油，委内瑞拉全球第一，黄金委内瑞拉同样拥有非常多，铜再来智利的部分就占了全球23%，世界第一。银的部分，秘鲁的储量占全球22%，同样也是全球的最高的一个地位。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它的天然资源这么的丰富，就会是川普他的主要目标吗？委员又怎么看？当然，天然资源可能是川普的这个主要目标但是这里面战略的一个竞争更加的重要。是，就是拉丁美洲它有这么多天然资源，可是开发程度很低，因为投资项目很低，因为过去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中南美国家都没办法形成一个有效管理投资跟经济发展的体制那对于美国来讲，而且是川普来讲，他搞了一个所谓唐罗主义其实就是要所有的中南美洲国家不得有亲美政权，然后中东国家不得有反美政权，所以才会打是伊拉克战争，然后亚洲的第一岛链上面要维持现状，亲美的亲美，反美的反美，大概是有这么一个状况。那可是
美国有它的实力上的限制。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不管再大，你要考虑它的上限在哪里，下限在哪里。美国也许可以控制这些国家啊，什么不要千里带路啦，或者什么国安全啦，由它来指挥啦，不得反美啦，啊，要亲美啊，这个问题大概都不大。可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老百姓还是吃饭呐。经济问题，你美国帮不上忙啊，只有中国帮得上忙啊。比如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美国掌控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出口权利啊，还拜托谁买？拜托中国大陆买，因为买单就在中国大陆。现在当然前几天之前买方市场就是买家说，现在有点荷姆斯海峡变成卖方市场，整个倒过来了。哇，这个瞬息万变。可是很多矿产还是买方市场啊，你中国大陆不买，谁卖啊？你叫日本人买那么一点点，那炼矿的东西都在中国大陆啊，所以这个叫做现实。还有你要做基础建设，你采矿就要铁路，没有铁路无法采矿。像台湾一样，日本人来台湾要挖木材，第一个就先盖阿里山铁路，要不然你挖运不出来啊。那所以谁能够盖铁路，总不是你美国吧？所以“一带一路”不会被完全摧毁，跟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但是也不会像以前可以直接把它转到政治跟安全方面，那也是不切实。因为最近的发展就是说，让很多全世界国家觉得在安全方面可以跟要依赖中国啊，中国没那个实力帮忙，委内瑞拉啦、印尼啦、伊朗啊都没有那实力帮忙所以可能会逐渐的转向经济合作。那中国目前的国力也只适合做经济合作，可能韬光养晦一下因为毕竟中国大陆的 GDP 已经是全世界第2大，20兆美元，很大咯。可是问题是，人均 GDP 还不到15000块美元呐，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好，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它现在用经济持续的加强跟拉美国家的合作，并且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那川普看在眼里，是不是就想用军事上面的这个打击来拉拢这些拉美国家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过去的10年，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深入在拉美洲国家，主要就是透过“一带一路”，有20多个拉美国家已经加入了，那成为了拉美最大的贸易伙伴跟主要投资来源。当然了，投资的范围也非常的广，从港口、电力、铁路、公路、物流到矿产都有。那杨老师又怎么看？美国跟中国大陆在这边的角力？我们常说，爱情与面包哪一个重要？你当然两者兼顾是最好，但是有了爱情还是不可以没有面包。那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整个街上只有一家面包店的时候，你当然只能跟这家面包店去买嘛。那这蔡委员讲的就是如此啊。你如果说在经济上、贸易上、出口上、制造业上、投资上，它主要都来自于中国大陆，而进一步的帮你在“一带一路”上做了更多的这些物流然后呢相关的这些投资基础建设，其实你还是要跟这家面包店去买啊。尽管你的爱情告诉你，你应该多喝点牛奶，你应该少买点面包但是这个川普的想法也有他的影响力啦，因为美洲之盾其实不只是在反毒，他也在政治、经济跟军事上想要去更进一步渗透到、掌控到整个中南美洲。那不过美国这里一个前提是你了解它的内容，他不会自己派军队去打，他最多是提供飞弹，也就要求各国要用军队的力量去这个反毒。可是呢，在这过程当中，美国的军事力量就会深入到各国，那这个在军事政治上就会加控影响。可是经济上的效益会是如何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比如说攻击港口、攻击铁路、公路，然后呢，或者是说要求大家不要跟中国进行贸易，因为美国的替代基本上这个大概短期之内是看不到的，除了资金，而美国的资金其实又讲求这个投资的这个效益，不会去长久的去低利去或者是无息的去投资任何东西，所以到最后你还是要到那家面包店去买面包的啦。如果你要生存的话，如果面包代表的就是经济，那你经济不管是你自己本身国家还是人民还是民生上面。